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吧？合伙开个烧烤店，你前后投了多少？我投了多少？你心里没点数吗？3年了，3年来我天天凌晨3点起来腌肉，你在干嘛？你在 KTV 搂着人唱歌，店里的账你管，采购你管，钱全过你的手。结果你告诉我，咱们的店3年没赚钱，还倒亏了40万，你当我傻吗？一条街上就咱家生意最好，每天排队排到马路对面，3年下来愣是亏了40万，钱呢？让你姐夫那个黑心经销商吃了吗？1斤牛肉市场价35，你姐夫报价多少？58，你以为我不会查吗？你说我不懂经营，你说我只会在后厨翻烤架，那我问你，芦苇，没有我周然的这桶秘制酱料，你拿头给客人烤，你拿什么让人排队？既然你觉得这店是你一个人撑起来的，行，那从今天开始，这店归你，这酱料的配方，你做梦也别想再碰一滴。我叫周然，烹饪学院科班毕业，虽然不是什么985、211，但我这双手是真真切切能把一块五花肉烤出人间绝味的。毕业那年，全班36个同学，有人去了5星级酒店，有人进了连锁餐饮当学徒，只有我背着一口炒锅和一罐自己调了4年的秘制酱料回了老家。我爸在我大2那年走了，胃癌晚期，从确诊到走只有3个月。我妈一个人在镇上摆早餐摊，卖包子和豆浆，供我读完了最后2年。我回来那天，她正蹲在灶台前揉着面团，手上的冻疮裂了几道口子，血丝渗进了白面里。看见我拎着行李站在门口，她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。回来啦，饿不饿？妈给你下碗面。我鼻子一酸，把行李往地上一扔，走过去，从她手里接过面团。妈，你歇着，以后这个家我来扛。说这话的时候，我23岁，兜里只剩2300块钱和那一罐花了4年时间反复调试的酱料。我没什么宏大的理想，就是想让我妈这辈子别再揉面团了。可现实是我连个像样的摊位都租不起，镇上最便宜的门面月租也要3000。我手里这点钱交完租金，连第1个月的食材都买不起。正发愁的时候，我的发小芦苇找上了门。周然，我听说你学了一手烤串的绝活，我看过你发的视频，那个酱料刷上去，隔着屏幕都能闻到香味儿。兄弟，咱俩合伙干吧。芦苇是我从小穿开裆裤的兄弟，他爸在镇上开了10几年的建材店，家里条件比我好得多。他本人嘛，说好听点叫脑子活，说难听点就是从小就知道拿别人的东西卖钱。小学的时候，他把我画的奥特曼卡片拿到学校卖5毛钱一张，赚了钱请我吃了根辣条，算是分红。我当时还觉得这兄弟够意思，现在回想起来，5毛钱的利润他只分我1根辣条，这商业模式从小学就开始了。但当时我确实需要钱，芦苇的条件也很简单，他出8万块启动资金，负责租门面、搞装修、管采购，我出技术，负责后厨的一切，包括那罐酱料，利润55分，我觉得挺合理，毕竟他出了钱，我出了手艺，各凭本事吃饭。我妈听说我要合伙开店，当天晚上特意多炒了2个菜，还破天荒开了1瓶啤酒。小然啊，妈不懂做生意，但妈就一句话：亲兄弟明算账，不管跟谁合伙，账本子一定要自己记一份。我当时满口答应，但实际上这句话我只听进去了一半。亲兄弟这3个字我记住了，明算账这3个字我选择性的忽略了，这也为后来所有的事埋下了一颗炸弹。烧烤店开在镇上唯一的夜市街，位置不算最好，但也不差。门面不大，前厅摆了12张桌子，后厨就是我的战场。开业第1天，我记得特别清楚，下午5点半，我在后厨支好烤架，把腌了整整1夜的羊肉串整齐排开。那是我反复试了上百次的腌制配方，用12种香料按比例调配，有些甚至要精确到0.1克。然后还有我的核心武器，那罐秘制酱料。别人的烧烤靠的是辣椒和孜然，我的烧烤靠的是这一刷。酱料刷上去的瞬间，油脂遇到炭火，滋滋作响，一股说不上来的香气，像是把所有调料的灵魂都在火焰里激活了。那个香味能飘出去整整2条街。我没打任何广告，没搞任何促销，开业第1天就是纯靠这个味道把人勾过来的。下午6点来了第1桌客人，2个下班的工人，原本只是路过，闻到味道停下来，哥们儿这什么烧烤，怎么这么香？来坐，今天新开业，先尝后买，不好吃不要钱。2串羊肉下肚，2个工人对视了一眼，老板再来50串，还有什么好吃的全上。那天晚上12张桌子坐得满满当当，后来的客人没位置，直接蹲在路边端着烤串吃。我一个人在后厨，从下午5点烤到凌晨1点，烤架前的温度超过60度，我的厨师服湿了干了又湿，汗珠子滴在炭火上，滋滋冒烟。芦苇在前厅负责收钱点单，忙得脚不沾地。打烊的时候，我们俩瘫在椅子上，谁都不想动。芦苇掏出手机看了一眼今天的收款记录，一把抓住我的肩膀：周然，你知道咱今天流水多少吗？多少？8600。我俩同时愣了一下，然后像2个傻子一样在凌晨1点的夜市街抱在一起笑。那一刻，我真的以为我这辈子最正确的决定就是跟这个发小合伙。8600块，
减去食材成本和各种杂费，当天净利润差不多有4000多。1个月下来，如果保持这个势头，我们每个人能分到6万以上。对于一个23岁兜里只剩2300块钱的穷小子来说，这简直就是天文数字。那段时间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日子。白天我去菜市场挑最新鲜的食材，每一块肉都亲自过手，下午开始腌制，晚上烤到凌晨。虽然每天只睡4-5个小时，但我干劲十足，因为我知道我妈不用再揉面团了，我能让她过上好日子了。第1个月结束，芦苇报出了总账，月流水22万，去掉房租、食材、人工、水电，净利润一共8.6万，我分到4.3万，4.3万块钱啊！我攥着那沓钱，手都在抖。当天晚上就去商场给我妈买了一件羽绒服，998块。我妈摸着衣服的毛领子，嘴上说着太贵了，眼泪却怎么都止不住。我笑着说：“妈，这才哪到哪，以后咱天天穿新的。”生意好了，芦苇开始提议扩张。周然，光靠咱俩不行，你看生意这么好，一到周末桌子都不够坐，不如再招几个人，把隔壁那间门面也盘下来。我觉得有道理，于是我们又投了5万。芦苇负责装修和招人，我继续守着我的后厨。这时候，第一个让我不舒服的人出现了。芦苇的姐夫牛大壮，一个体重200斤，说话声音能穿透3堵墙的男人。他的本职工作是在镇上开了一家小型冻货批发店，主要卖一些冷冻的鸡翅、鸭脖之类的。质量嘛，只能说吃不死人。芦苇直接把店里所有食材的采购权交给了他姐夫，理由是都是自家人，价格肯定比外面便宜。我当时没多想，毕竟是芦苇的姐夫，价格便宜当然好。但后来我才知道，所谓的便宜只存在于芦苇的嘴里。实际上呢，牛大壮给我们的报价，每一样都比市场价高出15%到20%。一斤牛肉市场价35，他报45；一箱鸡翅市场价80，他报100；一袋木炭市场价25，他卖35。你可能觉得每样多个10块8块的，能差多少？我给你算笔账，我们店一天的食材采购量大约在2500到3000块之间，按平均多出18%算，一天就多花了差不多500块，一个月就是15000，一年就是18万。18万啊！这笔钱安安静静的从我们店的利润里流进了牛大壮的口袋，而芦苇从头到尾没有跟我提过一个字。我之所以一开始没发现，是因为我太信任他了。我把所有精力都放在了后厨，每天凌晨3点起来腌肉，研究新品，调整酱料比例。我天真的以为我负责把东西做好吃，他负责把钱管好。我们是兄弟，兄弟之间不需要防备。可我忘了一件事，我妈说过的那句话：亲兄弟明算账。这3个字此刻就像一记耳光，响亮的抽在我脸上。生意越来越好，名气也越传越远。到了第3个月，我们的烧烤店已经成了镇上夜市的招牌，每天晚上6点不到，门口就开始排队。最夸张的一次，队伍排到了隔壁第3家店门口，那家卖炒粉的老板气得直接把招牌灯关了，说我抢了他的生意。我心说，大哥，你那炒粉除了酱油就是味精，能怪我吗？随着生意火爆，芦苇又提了一个建议：周然，咱不能光守着这一家店，你看隔壁镇的夜市，那烧烤一个比一个难吃，孜然撒的跟不要钱似的，吃完嗓子疼3天。咱要是过去开个分店，那不是降维打击吗？我想了想，他说的有道理，我们的口味确实能吊打方圆10里，但开分店意味着我一个人忙不过来。芦苇立刻拍胸脯：你放心，后厨我帮你招人，你把核心的腌制和酱料环节把住就行，其他的工序交给新人干。我犹豫了一下，最终还是点了头。这一点头就等于把我的软肋亲手递到了芦苇面前。分店开在了隔壁镇的步行街，位置是芦苇找的，装修是芦苇盯的，连厨师都是芦苇从他姐夫那边找来的。我只负责了一件事，把酱料配好，每天送过去。开业当天，分店的流水就破了1.2万，比老店第一天还猛。消息传回来，我正在老店后厨忙着，心里高兴，觉得这步棋走对了。可我不知道的是，芦苇高兴的原因跟我完全不一样。我高兴是因为事业在扩张，他高兴是因为又多了一个吃回扣的渠道。分店的采购同样全部走牛大壮，而且因为是新店，芦苇报的采购单比老店还离谱。一箱啤酒外面批发价48，牛大壮报72；一桶食用油市场价85，他报130。我后来拿到账本一算，分店的食材采购成本比市场价整整高出了25%。两家店加在一起，他们姐夫俩一个月光吃回扣就能净赚3万以上，而我呢，每天凌晨3点起，忙到凌晨1、2点睡，中间还要骑着电动车2个店来回跑，送酱料、盯品质，手上的烫伤疤叠了7、8层，大拇指的指甲都烤变了色。我以为我在为自己的事业拼命，实际上我在给别人的回扣打工。但当时的我一无所知，我唯一感觉到不对劲的是账上的利润怎么越来越少，两家店的月流水加起来已经突破了45万，按照正常的成本比例，净利润至少应该有18万。可芦苇每个月给我看的报表，利润永远在10万出头。他的解释永远是那几句：食材又涨价了，水电费这个月多了，分店那边搞了几次促销赔了点。我每次听完都觉得哪里不对，但又说不上来，毕竟我是真的不懂财务。从小到大，数学最好的成绩就是高考考了89分。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手艺上，对数字天生迟钝。而芦苇恰恰利用了这一点，这种日子持续了整整2年。2年里，我们又开了第3家分店，月流水最高的时候，3家店加起来逼近70万。我周然的名字
在整个县城的餐饮圈子里算是彻底打响了。但我的银行卡里2年累计只攒下了不到30万。而芦苇呢，换了一辆崭新的宝马 X5，在县城买了套3居室，他妈从头到脚换了金首饰。他姐夫牛大壮更是把动货批发店扩大了3倍，仓库都建了2个。有一天我去他仓库拉货，看见停车场里停着一辆路虎，我随口问了句：“牛哥，生意这么好啊，都开上路虎了？”牛大壮打了个饱嗝，嘿嘿一笑，托你的福，沾了你们烧烤店的光。当时我还以为他是在客气，现在想想他说的是实话，确实是沾了我的光，只不过沾的方式比我以为的要直接得多。真正让我警觉的是第3年年初发生的一件事。那天下午我照例去菜市场转了一圈，想看看最近的肉价走势，结果在牛肉摊上碰见了一个熟人，老周家的小子来买牛肉啊。张哥，最近牛肉什么价？这不行情摆着吗？35一斤，精选的38。我愣了一下，35不是涨到45了吗？张哥一脸莫名其妙，45？谁告诉你的？牛肉从去年年底到现在就没超过40，你去整个市场问问，有谁敢卖45的？那一瞬间，我站在菜市场的人流里，脑子里嗡的一声，像是有什么东西突然被接通了。我没有声张，假装没事一样买了几斤牛肉，回到店里，趁芦苇不在，我翻开了他桌上那本采购台账，一页一页的看。牛肉58元每斤，鸡翅每箱105元，五花肉32元每斤，木炭40元每袋，每一个数字都像一把刀，一刀一把刀，一刀一刀扎在我心上。我拿出手机，打开菜市场的价目表，一项一项对比。牛肉市场价35，他报58，差价23；鸡翅市场价78，他报105，差价27；五花肉市场价22，他报32，差价10；木炭市场价22，他报40，差价18。我按着计算器，手指都在发抖。3家店一天的食材总采购额大约在8000块左右，按平均虚高22%算，一天多花1760，一个月52800，一年633600，3年下来将近190万的差价从我们的利润里流进了牛大壮的口袋。而芦苇作为他的小舅子，你觉得他1分钱好处没拿，你信吗？我蹲在后厨的角落，盯着计算器上的数字，足足看了10分钟，从愤怒到寒心，再到一种奇怪的平静。我没有去找芦苇理论，也没有摔桌子砸碗，我只是安静的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，一笔一笔的把所有的数字抄了下来，然后翻到本子的第1页，那是3年前我妈说的那句话：亲兄弟明算账。我盯着这5个字，嘴角抽了一下。妈，你儿子终于听懂了。从那天起，我开始了自己的调查，白天照常在后厨干活，晚上回家就上网查资料，食品供应链的价格体系，合伙企业的财务规范，甚至连合同法的相关条款，我都一条一条啃下来了。我还悄悄跑了3趟县城，找了2个不同的律师咨询，2个律师听完我的描述，给出了几乎一样的判断：你这个合伙人和他姐夫涉嫌关联交易，侵害合伙人利益。如果证据充分，你不仅可以追回损失，还可以要求对方承担违约责任。我听完，心里反而彻底冷静了。不急，我要等一个机会，一个他自己送上门的机会，而这个机会来得比我想象的要快。那是第3年的夏天，烧烤旺季，也是我们生意最好的时候。3家店的日流水加起来稳定在2.3万以上，一个月就是70万的流水。按正常成本核算，净利润应该在28万左右，但芦苇给我看的报表上，利润只写了14万，整整少了一半。他甚至连编理由都懒了，只丢给我一句：今年竞争大，成本高，你别光看流水，得看利润率。利润率，我在心里冷笑，你芦苇的利润率确实比谁都高，只不过是你个人的利润率。我不动声色，继续闷头干活。白天是那个只会翻考价的闷葫芦，晚上我把每一张能找到的单据，每一笔能核实的交易全部拍照留存。同时我做了另一件事，我开始偷偷寻找新的店铺，位置要好，最好是全县城最好的那种。命运有时候就是这么奇妙。我找铺面的第3天，在县城商业街闲逛的时候，救了一个人。商业街靠近十字路口的位置，一个60多岁的老大爷骑电动3轮车拐弯的时候，被一辆闯红灯的外卖小哥撞翻了，3轮车侧翻，老大爷被压在下面，腿上磕出了一道大口子，血流了一地。周围的人都在看，就是没人上前。我二话没说冲上去，把3轮车掀起来，背着老大爷就往最近的诊所跑，一边跑一边喊：让一让，让一让。后来才知道，这个老大爷叫王德顺，是商业街上最大的那间双层铺面的房东。那间铺子有280平，上下2层，位于整条商业街的 C 位，月租金8万，有价无市，排队等着租的人能绕商业街2圈。从那以后，王老爷子逢人就说，这个小伙子心善，不是那种眼里只有钱的人。他不知道的是，我确实心善，但我也确实缺一间好铺子。当然，老爷子的铺面和我后来的计划之间的关系，这是后话，暂且不提。眼下更紧迫的事情即将发生，因为芦苇终于露出了他的獠牙。那天晚上打烊之后，芦苇破天荒的请我喝酒，在老店后面的小巷子里支了张折叠桌，摆了几个凉菜，开了一瓶牛栏山。我就知道他憋着事。芦苇这个人，只有在想从你身上拿东西的时候才会对你好。
小学请我吃辣条是这样，现在请我喝酒也是这样。周然，咱俩认识多少年了？从穿开裆裤算起，20年了吧？他给我倒了杯酒，眼神里带着一种排练过的深情。20年的兄弟，有些话我一直不好意思说，但你是我最铁的人，我不跟你说，跟谁说？我没接话，端起酒杯抿了一口，等他表演。是这样的，他清了清嗓子，咱这个店吧，说实话，你的手艺是真没得说，全县城找不到第二个。但是呢，你也知道，做生意光有手艺不行，还得会经营、会管理、会搞关系。这些年我在外面跑客户、拉关系、搞采购、维护供应链，说白了，累活脏活都是我在干。我差点把嘴里的酒喷出来。你累，你干的脏活就是把采购单递给你姐夫，然后坐在收银台后面打游戏，这叫累。我忍住了，继续听。所以我想了想，咱这个利润分配是不是该调一调？以前5-5开是因为刚创业，大家平等，但现在3个店了，我的管理工作量比以前大了不止1倍。我觉得吧，6-4，我6你4比较合理，你觉得呢？我看着他的表情就像一个已经偷了你100块钱，还要跟你说，我觉得你应该再给我50的人，但我脸上没有任何变化，我甚至点了点头，装作认真思考的样子。我想想，真的，这3个字让芦苇的眼睛都亮了。他大概没想到我会这么好说话，但他不知道的是，我说的想的不是要不要答应他，而是在想这个人的脸皮到底是什么材质做的，能不能申请个吉尼斯。那晚我没有当场拒绝，也没有当场答应，只说回去考虑考虑。芦苇拍着我的肩膀，满脸都是胜券在握的笑容。不急，你慢慢想，咱兄弟之间什么都好商量。我转身往家走的路上，凉风吹在脸上，脑子无比清醒。他已经不满足于暗地里吃回扣了，现在要把明面上的分成也吞掉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吃了肉还要喝血，喝了血还要砸骨头熬汤。我掏出手机，给白天咨询过的律师发了条消息：张律师，合伙协议的事咱们可以往前推了，我需要你帮我做一个完整的关联交易损失评估。对方秒回了一个 OK 的手势。那一刻，我在心里正式判了芦苇死刑，不是肉体上的，是商业上的。从那天起，我变了一个人。表面上，我还是那个只会在后厨闷头烤串的周然，每天凌晨3点起来腌肉，晚上烤到凌晨1点，中间跑3家店送酱料，任劳任怨。但暗地里，我开始有条不紊地做3件事。第一件事，收集证据。我找了个做 IT 的高中同学，帮我在老店的仓库里装了一个针孔摄像头，正对着牛大壮每次送货的区域。每次他来送货，货品数量、品种、送货单上的金额全部录得一清二楚。然后我拿着这些送货单上的价格去菜市场、去批发市场，甚至去了省城的1级批发商那里，一样比价。3年来所有的采购虚高被我整理成了一份48页的 Excel 表格，精确到每一天、每一样食材、每1分钱的差价。总计虚高采购金额1876542元，这个数字我盯着看了整整1个晚上。第二件事，物色新店铺。救了王德顺老爷子之后，他隔3差5就叫我去他家吃饭。老爷子独居，老伴走得早，儿子在国外，就喜欢找人聊天。有一次吃饭，他随口说了一句：“老王这个铺子租出去10几年了，换了7、8个租户，没有一个做得长久的，不是卖衣服的，就是搞奶茶的，都是半年不到就关门。”我放下筷子，心跳加速，但表面上不动声色。王叔，您这铺子位置这么好，怎么就做不起来呢？位置是好，可这些人都浮躁，心不静，做不出好东西。要是有个像你这样有真手艺的人来做，我觉得能成。我没有马上接话，只是笑了笑，给他倒了杯茶。有些事不能急，急了就显得目的性太强。我继续每周去看他2、3次，帮他买菜，陪他下棋，修他家那个漏水的水龙头，整整陪了2个月。王老爷子终于在一次喝茶的时候主动开口了：“小周啊，我那个铺子下个月租约就到期了，这次我不打算续租给那个奶茶店了。你要是有兴趣，我给你个友情价，月租5万，比市场价足足少了3万。”我当时差点从椅子上站起来，但我控制住了，我只是端起茶杯，轻轻喝了一口。王叔，容我考虑2天。实际上，我回家当晚就把租赁合同拟好了，2天后签约，押1付3，20万。这笔钱是我3年来自己偷攒的私房钱，没有过芦苇的手，1分都没过。第3件事，也是最关键的一件，提前布局供应链。我花了3个月时间，跑遍了方圆200公里内所有的食材批发市场，找到了4家价格最低、品质最稳定的1级供货商。牛肉直接对接牧场，35元1斤的精选黄牛肉。鸡翅找了省城最大的冷链物流公司，每箱72元，比牛大壮的报价低了整整33块。木炭联系了北方的厂家直发，1吨的价格比牛大壮报的单价便宜了40%。我把所有的供货合同都签好了，藏在我妈家的衣柜里，日期统一填的是下个月1号，也就是我计划动手的日子。一切准备就绪，我在等最后一个契机，一个能让我体面离场，又能让芦苇彻底说不出话的契机。它来了，比我想象的还要戏剧性。那是一个周六的晚上，旺季，3家店全部爆满。我在老店后厨忙得脚不沾地，突然分店的厨师打来电话：“周哥，出事了，你赶紧过来。你弟说的那个芦苇在分店请了一桌人吃饭，喝多了，在大厅里乱砸东西，还跟客人起了冲突。我放下烤夹，骑着电动车赶到分店，
推开门就看见芦苇满脸通红，站在大厅中间，一只脚踩在桌子上，手里握着半瓶白酒，旁边是7、8个他的狐朋狗友，一个个笑嘻嘻的起哄。而角落里，一对带着孩子来吃饭的夫妻正缩在座位上，小女孩吓得直往妈妈怀里钻。我上前一步，芦苇，你喝多了，先回家休息。他一把推开我，一股酒气喷在我脸上。回什么家？老子今天高兴，你知不知道？今天有个投资人找我说想花200万买断咱们3家店的经营权，做加盟。他打了个9格，200万啊，周然，你这辈子见过200万吗？我看着他那副嘴脸，心里平静的可怕。然后呢？然后他晃了晃酒瓶，一把搂住我的脖子，凑到我耳边，声音不大，但足够让旁边的人听清。然后我就在想，这200万是不是没必要分你一半？说实话，这个店能做到今天，靠的是我的经营。你就是个烤串的有什么资格分200万？你说对不对？他说完还笑着拍了拍我的脸，那只油腻的手拍在我的左脸上，不疼，但侮辱性极强。周围他那些朋友全都哄堂大笑。就是，要不是远哥，你还在镇上摆地摊呢。我没有说话，只是盯着他的眼睛看了整整5秒，然后轻轻推开他的手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我转身走出了分店，身后是芦苇和他酒肉朋友们的哄笑。那一刻我无比清楚，那个穿开裆裤的兄弟，那个和我在凌晨1点的夜市街抱在一起笑的合伙人，已经彻底死了，活着的只是一个贪婪的陌生人，而我要做的就是亲手埋葬他。回到家，我打开手机，给张律师发了一条消息：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那就开始吧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像往常一样，凌晨3点的闹钟响了，但这一次我没有去后厨腌肉，我穿上那件唯一的白衬衫，骑着电动车去了县城的工商局。上午9点，我提交了一份个人独资企业的注册申请，名字我想了很久，最后定了4个字：周氏烤局。下午2点，营业执照拿到手，我看着上面法定代表人周然5个字，嘴角微微上扬。接下来的3天，我做了4件事。第一，把王德顺老爷子的铺面合同正式签了，280平，上下2层，月租5万，押1付3，连装修方案都是我这3个月偷偷画好的。第二，联系了之前谈好的4家供货商，确认所有的供货合同从下周1开始执行。第三，我找了一个做过连锁餐饮的设计师朋友，3天之内帮我出了一套完整的 VI 设计 ，logo、菜单、工装、餐具、包装袋全部统一。那个 logo 我特别喜欢，是一个烤架上的火焰，中间嵌着一个周字，简洁但有记忆点。第四，也是最重要的一件，我回了一趟老家，把我妈从那个早餐摊上接到了县城。妈，从今天起，你不用再揉面团了。我妈看着我，眼里有疑惑，也有心疼。小然，你这是跟芦苇那边出什么事儿了？妈，您就别操心了，您儿子长大了，知道自己在干什么。他沉默了很久，最后只说了一句：做人可以吃亏，但不能一直吃亏。我点了点头，这次我真的听进去了。一切准备就绪后，我选了一个周1的下午，这个时间店里没什么客人。我走进老店，芦苇正翘着2郎腿，坐在收银台后面刷手机。我把一份文件放在他面前，这是什么？退伙协议。他看了我一眼，以为我在开玩笑，笑了一声。你说什么？退伙？我要退出合伙。从今天开始，他放下手机，坐直了身子，脸上的笑容还挂着，但眼神变了。你疯了？3家店1个月70万流水，你说退就退，你不干了你吃什么？他的语气里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关怀，就像在跟一个不懂事的小孩说话。别闹了啊，周然，你以为离了这个平台，你一个烤串的能干什么？你那个酱料，说白了，也就是在我搭建的渠道里才有价值。出了这个店，你拿着那罐酱料去路边摆摊吗？他说这话的时候，嘴角带着一丝不屑，仿佛我离开他就像鱼离开了水会死。我没有反驳，只是指了指协议的最后一页。你看看条款。他翻到最后一页，表情终于变了。我看到了什么呢？退伙条款第7条，乙方周然退伙后，带走个人投入的全部技术资产，包括但不限于秘制酱料配方、腌制工艺流程及所有流程及所有由乙方独立研发的菜品方案。以上知识产权归乙方个人所有，与合伙企业无关。他猛地抬头，你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很简单，我走。酱料跟我走，以后这3家店你想卖什么就卖什么，但我的配方你一滴都别想再用。你不能这样，这是我们一起做起来的。一起。我终于笑了。芦苇，你说一起，那我问你，这3年来你有没有进过后厨？有没有凌晨3点起来腌过一次肉？有没有在60度的烤架前站过哪怕1个小时？你知道我的酱料里有几种香料吗？你知道腌制的火候差1分钟，味道就完全不一样吗？你什么都不知道，你只知道坐在这里收钱，然后让你姐夫用高价烂货吸我们店的血。他的脸色彻底变了。你什么意思？什么高价？你别血口喷人。我笑了笑，从包里掏出那份48页的 Excel 表格，摊在桌上。1斤牛肉，市场价35，你姐夫报58；一箱鸡翅，市场价78，你姐夫报105。3年下来，虚高采购总额187万6542元。芦苇，
要不要我一笔一笔念给你听？他的脸从红变白，从白变青，嘴唇哆嗦了2下，什么都没说出来。我收起表格，拿起那份退伙协议，放到他手边。你签还是不签？不签也行，那我就带着这份表格去找律师。他盯着那份协议，手在抖，沉默了整整3分钟，然后他拿起笔签了。签完的那一刻，他抬起头看着我，眼里是一种我从未见过的东西，不是愤怒，不是恐惧，是一种猎物发现自己一直被猎人当猴耍的屈辱。周然，你早就计划好了，对不对？我没有回答他，只是把协议收进包里，转身走出了那扇我进出了整整3年的门。身后芦苇一拳砸在了收银台上，钱箱弹开，硬币洒了一地，叮叮当当的声音像是某种荒唐的配乐，为这段兄弟情奏了最后一首送葬曲。走出门的那一刻，夕阳打在我脸上，我深吸了一口气，空气里还有烤串的烟火气，但我知道从今天开始，这个味道只属于我自己了。签完退伙协议的第3天，王德顺老爷子的铺面正式交钥匙。我站在那个280平的空间里，上下2层，阳光从落地窗照进来，照在崭新的水泥地面上。我在这里站了很久，然后拿出手机拍了一张照片发给我妈，配了一句话：妈，新家开工了，装修我找的是县城最靠谱的施工队，队长是我在菜市场买肉认识的张哥介绍的。你看，人这一辈子，你对别人好，真的会有回报。装修费一共花了28万，这笔钱花的值，因为我要做的不是一个烧烤摊，而是一个品牌。1楼是明档厨房加大厅，60个餐位，客人坐在位置上就能看到我在烤架前操作的全过程，食材展示、腌制过程、烤制手法全部公开透明，让你看着自己的每一串肉从生到熟，这叫什么？这叫信任感。2楼是包间和 VIP 区域，针对商务聚餐和家庭聚会，装修风格走的是工业风，混搭暖光，这是设计师朋友的建议。我一开始还不懂，后来他带我去省城看了2家类似风格的网红餐厅，我就明白了，年轻人喜欢这个，拍照发朋友圈，免费帮你宣传，比花钱投广告强100倍。装修期间，芦苇那边的消息也陆续传过来了。不出我所料，我走后的第1天，3家店就出了问题，酱料断供。首先是老店，当天下午开门，后厨的师傅发现酱料桶里空空如也。以前都是我每天凌晨亲手调好当天的酱料，精确到每一克的配比。现在我走了，桶自然就空了。芦苇慌了，打电话给我，关机，发微信不回，找我妈。我妈说小然搬走了，不知道去哪儿了。她没有办法，只好让后厨的师傅自己想办法调酱料。结果可想而知，后厨3个师傅轮流试了1下午，调出来的酱料，用他们自己的话说，一个像加了糖的酱油，一个像串了味的火锅底料，还有一个直接把醋当成了料酒，刷上去之后，客人咬了一口，脸都皱成了包子。老板，你们换厨师了，这什么味道？芦苇站在前厅，满头大汗，陪着笑脸，不好意思，今天厨房调整，明天就好了。可是明天也没好，后天也没好，1个星期过去了，3家店的口味从巅峰直接跌到谷底，客人来了1次就不来第2次，回头客流失的速度比芦苇赚回扣的速度还快。2周之内，3家店的日流水从2.3万暴跌到6000，月流水直接腰斩。那些冲着周然烧烤来的老客户纷纷在网上留言，这家店是不是换老板了？怎么味道完全变了？以前那个酱料呢？那个一刷上去满街飘香的酱料呢？没了。芦苇找遍了全县城的烧烤师傅，请了3个所谓的烧烤大师，每个人信誓旦旦，这有什么难的？不就是个酱料吗？结果一个比一个拉胯。第1个大师调出来的酱料咸得能腌咸鱼，第2个甜得像在烤棉花糖，第3个最离谱，不知道往里面加了什么，烤出来的串有一股洗洁精的味道，客人当场就翻了脸。你们这是开烧烤店还是开化工厂的？给我退钱！芦苇焦头烂额，每天坐在空荡荡的店里，对着越来越惨淡的流水发呆。而这一切我全都知道，因为我们店里有个服务员叫小杨，是我一手带出来的。他每天偷偷给我发消息，汇报芦苇那边的最新战况。周哥，芦苇今天又摔了一个盘子。周哥，分店的厨师辞职了。周哥，刘大壮今天来店里跟芦苇吵架了，说这个月的货款还没结。我看着这些消息一条一条，就像在看一部我亲手编排的连续剧，按照我写好的剧本一幕一幕的上演。而此刻我正站在周氏烤局的崭新厨房里，穿着印有 logo 的黑色工装，系着我妈亲手缝的围裙，在明亮的灯光下一勺一勺的调配属于我的秘制酱料。开业的日子我选在了下周6，黄道吉日，万事皆宜。开业前1天，我在店里做最后的检查，每张桌子擦了3遍，每个调料瓶摆成一条直线，明档厨房的玻璃擦的能当镜子用。我站在烤架前试了一下火力，炭火的温度刚好，手放在上方20厘米，能感受到那种均匀的热浪，完美。就在这时，我妈从后厨走出来，手里端着一碗面。小然，明天就开业了，今晚别忙了，先吃碗面。我接过碗，是她的手擀面，上面握了一个荷包蛋，跟小时候过生日时一模一样。妈，明天你就坐在2楼 VIP 包间，当我的第1个客人。她摇了摇头，我才不去2楼，我就坐1楼大厅，让所有人都看看这家店的老板是我儿子。我低头扒面，眼泪差点掉进碗里。开业当天早上6点，我就到了店里，10个员工
全部是我亲自面试招的，每一个人上岗前都经过了我半个月的培训，统一的黑色工装，统一的话术，统一的服务流程，甚至连微笑的弧度我都示范过。你们可能觉得我夸张，但做餐饮细节就是命，一个皱眉就能让客人觉得你不欢迎他，一个微笑就能让他下次还来。上午9点，我在门口摆了一排鲜花，没有请任何领导，没有放任何鞭炮，只挂了一条横幅，周氏烤局，用真火烤真心，很土对吧？但管用，因为这条横幅下面还有一行小字：开业3天，所有菜品买1送1。这才是真正的杀手锏。你可能要问，买1送1不亏死了吗？不亏，因为我的供应链成本比芦苇那套虚高的体系低了整整35%。别人买1送1是割肉，我买1送1依然有利润，薄利，但有，这就够了。前3天我要的不是赚钱，是人气，是口碑，是让所有人知道周然的烧烤换了个地方，但味道只会更好。开业当天中午，第一桌客人落座，是一对年轻情侣，女生刷着手机走进来，随口说了句：“老公，你看这家新开的，装修还挺好看，进来尝尝呗。”坐下之后点了10串羊肉，5串五花肉，2份烤鱼豆腐，1份秘制烤鸡翅。我亲自站在明档厨房，当着他们的面烤，腌制好的羊肉串排上烤架，炭火舔着肉的边缘，油脂滴落，滋滋作响。然后我拿起酱料刷，沾满了那罐花了5年时间调配的秘制酱料，轻轻一刷，那个味道就像一把钥匙，打开了整条街的嗅觉。几秒钟之内，门口路过的3个人同时停下了脚步，转头看向我的店，就像被什么东西勾住了鼻子。等羊肉串端上桌，那个女生咬了一口，然后她愣住了，放下手机，认真地看着那串羊肉，又咬了一口，然后转头对她男朋友说：“你快尝尝，这个味道我好像在哪吃过，特别像之前那家排队排到死的烧烤，就是后来味道变差的那个。”男生尝了一口，眼睛瞬间亮了，我靠，就是那个味道，一模一样，不对，一模一样，不对，比以前还好吃。他猛地站起来，探头往明档厨房看，然后激动地拍了一下桌子：“老板，你是不是以前那家的厨师？”我在烤架前笑了笑，没有直接回答，以前在哪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味道不会骗人。那个女生当场拍了一段视频，发了朋友圈，配文是：“救命！那个消失的神级烧烤味道，我找到了，新店叫周氏烤局，在商业街 C 位，快来！”这条朋友圈在1个小时内被转发了300多次。下午2点，店门口开始排队，到了晚上6点，60个餐位坐得满满当当，门口的队伍延伸到了隔壁第2家店，比当年在老店的盛况有过之而无不及。2楼 VIP 包间，我给我妈留了最好的位置，她坐在靠窗的沙发上，穿着我去年给她买的那件羽绒服，面前摆着我亲手烤的一盘串，她没怎么吃，就是一直看着楼下，看着楼下，看着满满当当的客人，看着忙碌的服务员，看着明档厨房里穿着黑色工装从容不迫地翻着烤架的我，她笑着笑着眼泪就下来了。旁边一个服务员递给她纸巾：“阿姨您别哭啊，今天是开业大吉。”我妈接过纸巾擦了擦眼角，没事儿，高兴的。第1天的流水我在打烊后算了3遍，3.6万。一个连锁烧烤品牌在一个县城开业首日能做到3.6万的流水，说出去没有同行不震惊的。第2天4.1万，第3天买1送1的最后一天，流水直接冲到了5.2万，3天合计12.9万。减去买1送1的让利，实际收入大约9万，再减去食材、人工、水电，净利润3.8万，3天3.8万。要知道我以前在芦苇的店里，1个月分到的钱也就4-5万，而这还是被他吃了回扣之后的数字。买1送1结束后，流水自然回落，但稳定在了每天1.8到2.2万之间。因为口碑已经打出去了，老客户回来了，新客户被圈住了。社交媒体上，周氏烤局的名字开始频繁出现。有人说这是今年吃过最好吃的烧烤，有人说老板就是以前那家店的灵魂，现在自己出来了。还有人直接在评论区艾特芦苇的店，说没有这个老板，你们那个店就是个壳。与此同时，芦苇那边的情况急转直下，3家店的日流水已经跌到了3000以下。注意，不是一家3000，是3家加起来3000。分店的厨师全走了，老店只剩2个服务员和1个洗碗的。牛大壮也不送货了，因为上个月的货款还欠着。芦苇打了我10几个电话，我一个都没接，发了几十条微信，我看都没看。他最后让人带了一句话：“周然你别太绝，大家好聚好散，你回来我可以把分成提到55，不，我给你6，你6，我给你6，你6我4。”我听完笑了，64。当年你说64的时候是你6我4，现在你说64，倒过来了。这个人永远只在快要失去的时候才知道你的价值，但这一次他给多少都没用了，因为从他在分店拍着我的脸说你就是个烤串的那一刻起，这段关系就再也没有任何修复的可能。周氏烤局开业第1个月，月流水突破了58万，净利润22万。第2个月，旺季叠加口碑发酵，月流水冲到了71万，净利润28万。我用这笔钱做了3件事：第一，还清了所有的装修贷款和欠款；第2，给我妈在县城租了一套2居室带电梯的那种，再也不用爬楼；第3，我给自己买了一样东西，不是车，不是表，是一台专业级的食品检测仪，花了8万块。这台机器能精确检测食材中的农药残留、重金属含量、
重金属含量、微生物指标，还有是否含有非法添加剂。你可能觉得奇怪，开个烧烤店买什么检测仪？别急，这台机器后面会派上大用场，因为芦苇和牛大壮即将做出一件让他们万劫不复的事。芦苇这个人我太了解了，他不是那种会认输的人，他是那种你赢了他，他不会反思自己哪里做错了，只会觉得你阴了他，然后想尽一切办法把场子找回来。所以当我听说他准备转型升级的时候，一点都不意外。倒是他转型的方式让我叹为观止，他把3家店关了2家，只留老店，然后在门口挂了一块新招牌“卢氏秘制烧烤”，旁边还加了一行小字：“始创于2019，传承古法，秘制酱料。”我看到这个招牌的照片时，正在喝水，差点呛死。传承古法，你传承了个什么？你传承的是你姐夫的动货价目表吗？但笑归笑，我知道他不会就这么简单。果然，接下来的消息让我笑不出来了。他挖了一个人，或者说收买了一个人。我店里的一个厨师叫老赵，是我开业时招的第一批员工。这个人手艺一般，但有个特点，记忆力好。我在明档厨房操作的时候，他就站在旁边帮忙。我的腌制配料比例，虽然核心酱料他接触不到，但基础的腌料他确实看了2个月，全记在了脑子里。芦苇给了他多少钱呢？据小杨后来打听到的消息，1个月15000，加上店里10%的干股，对一个月薪6000的烧烤师傅来说，这个价格确实够有诚意。老赵走的时候没有提前打招呼，没有交接，甚至连工装都没脱，直接在一个周二的下午，趁我不在店里，卷着自己的刀具就走了。当天晚上，我发现少了一个人，给他打电话，关机。第二天，小杨发来消息：“周哥，老赵在芦苇店里上班了。”我看着这条消息，沉默了大概10秒钟，然后回了3个字：“知道了。”我不生气，真的，因为老赵带走的只是一些基础腌料的配比，而我的核心那罐秘制酱料，从来没有让任何人碰过。从采购原料到调配成品，全程都是我一个人在封闭的后厨完成，连我妈都不知道具体配方。所以老赵能给芦苇的只是一个壳，一个看起来像，闻起来像，但吃进嘴里完全不是那个味道的壳。就像一个人能模仿你的签名，但永远写不出你的字迹，形似而神不似。但芦苇不这么认为，他觉得自己捡到了宝。卢氏秘制烧烤重新开业那天，他搞了个大阵仗，门口摆了一排花篮，请了个主持人，还拉了个横幅，正宗古法秘制烧烤界的天花板。大哥，天花板这3个字，你确定不是在说你的脸皮吗？开业第1天，靠着大力度的促销，充200送200，流水确实还不错，做了将近8000，但第2天就开始下滑，到了第5天，日流水跌到了2000以下。为什么？因为味道不行。老赵能复制的只是基础腌料，出来的味道大概有我的60%功力。60%是什么概念？就是你吃第1口觉得还行，吃第2口觉得差点意思，吃第3口就放下筷子了。尤其是那些吃过我店里正品的客户，一口就能吃出区别。网上很快就出现了对比评测，标题是我花200块分别在2家店点了同款套餐，来看看到底有什么区别。视频里博主先吃了我的烤串，表情陶醉，闭着眼点头，然后吃了芦苇的，表情一言难尽，沉默了3秒，缓缓说出4个字：确实不行。这条视频3天播放量破了10万，评论区破了10万。评论区最高赞的一条是：没有周然的烧烤店，就像没有灵魂的躯壳，建议改名叫卢氏普通烧烤，不带秘制，谢谢。看到这条评论的时候，我正在后厨，笑得烤架上的肉差点糊了，但芦苇笑不出来，流水持续下滑，老赵的高薪还得照付，房租、水电、人工一样不少。2个月下来，芦苇已经倒亏了近12万。按正常人的思维，这时候应该及时止损，关店认赔，重新想出路。但芦苇不是正常人，他是那种越输越要加注的赌徒。牛大壮给他出了个主意，一个让我后来想起来都觉得后背发凉的主意。你不是酱料不行吗？行，不用酱料，咱走另一条路。麻辣重口，把辣椒、花椒自然往死里放，味道够重，客人就吃不出食材本身的味道。食材本身的味道吃不出来，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你可以用更差的食材，成本更低，利润更高。牛大壮拍着他那200斤的肚子，嘿嘿笑着说：“我这边有个渠道，能拿到一批特别便宜的冻货，牛肉1斤只要18块，鸡翅1箱才40，市场价的1半都不到。”芦苇问：“这么便宜，能吃吗？”牛大壮白了他一眼，大惊小怪：“那些路边摊用的不都是这种？吃了这么多年，你见谁吃出问题了？”这句话成了压垮一切的最后一根稻草。从那天起，卢氏秘制烧烤开始大规模使用牛大壮提供的廉价冻货。这些所谓的冻货，我后来看到检测报告才知道，那批牛肉根本不是牛肉，是用鸭肉、猪肉边角料加上牛肉精膏和嫩肉粉压制合成的假牛肉，成本1斤不到8块钱。鸡翅来路不明，没有任何检验检疫合格证、生产日期的标签，是手工贴上去的。而那些号称秘制的调料里，被加入了大量的工业辣椒精和一种叫罂粟壳粉的东西，让人吃了还想吃，欲罢不能。用芦苇的话说，这叫回头客密码；用法律的话说，这叫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。我是怎么知道的呢？因为小杨他有一天拍了几张牛大壮送货的照片发给我，照片里那些肉的颜色明显不对，正常牛肉是暗红色的，那些肉偏粉，表面
有一层不自然的光泽，我一看就觉得不对劲。还记得我买的那台8万块的食品检测仪吗？它终于要登场了。我让小杨偷偷从芦苇后厨带了几份样品出来，羊肉串、鸡翅、烤肉酱，还有一份干料。检测结果3天后出来，我看到报告的时候手都凉了。羊肉串鸭肉含量82%，猪肉含量11%，牛肉含量0%，检出谷氨酸钠超标3倍。鸡翅大肠杆菌超标12倍，检出氯霉素残留。烤肉酱检出罂粟碱成分。干料检出工业级辣椒精和苏丹红。我以为芦苇只是贪，没想到他已经不仅仅是贪了，他在害人。我拿着这份检测报告，坐在店里的2楼，看着窗外的商业街，沉默了很久。然后我做了一个决定，这件事不能只是我和他之间的恩怨了，这关系到每一个走进他店里，花钱买了一串烤肉，喂进自己嘴里，喂进孩子嘴里的普通人。我拿起手机拨了2个电话，第一个打给张律师。张律师，那份关联交易的起诉材料准备好了吗？连同这份食品检测报告一起，我要正式立案。第2个电话打给了市场监督管理局的举报热线。你好，我要实名举报位于 XX 镇夜市街的卢氏秘制烧烤涉嫌使用有毒有害食品原料，以及无资质供货商非法经营。我有完整的检测报告和现场影像证据。电话那头沉默了2秒。好的，先生，请您保留好所有证据，我们会在48小时内派执法人员到现场检查。挂了电话，我看着窗外渐渐暗下来的天色，长长的呼了一口气。芦苇，不是我要赶尽杀绝，是你自己把路走绝了。3天后，一个普通的周三下午，芦苇的店里来了4个人，3个穿制服的市场监管执法人员，一个穿便装的食品安全检测员。他们没有提前通知，直接推门进去，出示了执法证件，例行检查，请配合。芦苇当时正在前厅玩手机，看到这阵仗，脸色瞬间就变了，但还在强装镇定。检查就检查，我们证照齐全，有什么可怕的？执法人员没理他，直接进了后厨，打开冷柜，拆开包装，一样一样检查。那些没有检疫标签的鸡翅，那些颜色可疑的合成肉，那罐混着不明粉末的调料，在执法人员的取证袋里，一件一件被封存。芦苇站在后厨门口，腿开始抖了。这些都是正规渠道进的，我姐夫的供货公司很正规的。执法人员面无表情。你们的供货商有食品经营许可证吗？有进货查验记录吗？有检验检疫合格证明吗？3个问题，芦苇一个都答不上来，因为牛大壮那个所谓的供货公司连营业执照都是过期的，更别提食品经营许可证了。当天下午，卢氏秘制烧烤被责令立即停业整顿，全部食材原料封存送检，牛大壮的冻货仓库同步被查封。2天后，检测报告正式出来了，结果比我的检测更触目惊心，因为市场监管用的是省级实验室，检测项目更全，精度更高。那批假牛肉中检出了克伦特罗，也就是俗称的瘦肉精，鸡翅的菌落总数超标28倍，调料里的罂粟壳成分浓度是我检测结果的3倍，也就是说牛大壮后来又加了量。更恶劣的是，执法人员在仓库里还发现了一批已经变质发绿的冻肉，表面重新喷了保鲜剂，准备第2天送往芦苇的店。消息传出去，整个县城都炸了，因为芦苇的店这3个月里累计接待了超过4000名顾客，其中有23人在食用后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腹泻、呕吐、过敏反应。其中一个14岁的中学生因为连续吃了3天，导致急性肠胃炎，住了1个星期的院。那个孩子的妈妈在网上发了一篇长文，标题是我儿子差点被一家黑心烧烤店害死，阅读量3天破了50万，评论区骂声一片。芦苇的名字，牛大壮的名字被挂在了本地论坛的头条，万人唾骂。1周后，芦苇收到了2样东西，第1样，市场监管局的行政处罚决定书，没收违法所得，罚款30万，吊销食品经营许可证，终身不得从事食品行业。第2样，法院的传票，张律师代表我正式提起民事诉讼，追讨3年合伙期间因关联交易造成的损失，总计187万。同时，公安机关以涉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对芦苇和牛大壮立案侦查。牛大壮在被传唤的当天就全交代了，为了减轻罪责，他把芦苇也咬了出来，说芦苇知道那些肉是假的，知道调料里加了东西，不仅知道，而且是他授意的。芦苇在被带走的前一天晚上给我打了最后一个电话，这次我接了。周然，电话那头的声音沙哑的不成样子，你是不是早就计划好了所有的一切？你是不是从一开始就在等我犯错？我沉默了几秒。芦苇，你还记得你在分店拍我脸的那天晚上说了什么吗？你说我就是个烤串的，你说烤串的没资格分200万，你错了，烤串的不仅有资格分200万，烤串的还有资格亲手把一个忘恩负义的合伙人送进去。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很久，最后芦苇说了一句话，我后悔了。我挂断了电话，后悔这个词从他嘴里说出来，就像一个赌输了的人说，我不该赌那么大。他后悔的不是对不起我，而是后悔没赢，这种后悔一文不值。芦苇被刑事拘留后，
他的父母找上了门，不是找我，是找我妈。卢伟的妈妈坐在我妈家的客厅里，哭得声嘶力竭。嫂子，你跟小然说说，都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孩子，让他撤诉吧。卢伟知道错了，他跪下给周然磕头都行。我妈看着他没有说话，他可能想起了很多事，想起了卢伟小时候确实经常来我家吃饭，想起了卢伟他爸在我爸葬礼上递过来的那个白信封，里面装着500块钱。但他也想起了我这3年凌晨3点起来腌肉的日子，想起了我手上叠了7、8层的烫伤，想起了我省吃俭用却始终存不下钱时困惑的眼神。他想了很久，最后平静地说了一句话：老嫂子，当年我家那口子走的时候，你来上过香，这份情我记着，但小然的事我做不了主，他现在是大人了，有自己的判断，你们的事找他谈吧。说完，端起茶杯送客。那天晚上我回到家，看见我妈坐在客厅，电视开着，但她没在看，眼睛盯着墙上我爸的遗照。妈，卢伟的事你听说了？他点点头。你打算怎么办？该怎么办就怎么办。他转过头看着我，眼神平静而坚定。你爸要是还在，也会这么说。该要的钱一分别少要，该走的程序一步别省。做人可以善良，但不能被人当傻子。你爸这辈子就是太善良了。我鼻子一酸，重重的点了头。案子进行得很顺利，张律师准备的证据链无懈可击。那份48页的 Excel 表格，仓库的监控录像，菜市场的比价记录，供货商的证词，银行流水，每一样都像一颗钉子，把卢伟和牛大壮钉死在案板上。最终判决，卢伟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，判处有期徒刑4年，并处罚金50万。民事部分赔偿我合伙期间的经济损失，加上违约金，合计146万。牛大壮同罪，判处有期徒刑3年半，并处罚金30万。供货公司查封，仓库拆除，终身进入食品行业。判决书下来那天，我一个人开车去了我爸的墓地，在他的墓碑前摆了一串烤羊肉，还有一瓶他生前最爱喝的2锅头。我给他倒了一杯，也给自己倒了一杯。爸，你儿子把该算的账都算清了，以后的路我自己好好走。风从山上吹下来，吹动了墓碑前的野草。我端起酒杯，一饮而尽。酒是辣的，风是凉的，心终于是暖的。1年后，周氏烤局在县城开了第3家分店，全部直营，月流水加起来稳定在200万以上。我注册了商标，申请了酱料配方的专利，还拿到了省级食品安全示范单位的牌子。我妈不再揉面团了，她每天的工作就是坐在1楼大厅的收银台后面，看着来来往往的客人，笑眯眯的，偶尔跟熟客聊2句。有人问她：阿姨，你家儿子这么厉害，你一定培养得很好吧？她就摆摆手，我没培养什么，就教了他一句话：亲兄弟明算账。那个人以为他在开玩笑，笑着走了。